好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来收看2025年的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在待会呢，我们的镜头持续锁定台北体育馆，也就是我们的红馆，来欣赏政治大学以及黎明技术学院呢所带来的男子组应该是季军战的赛事。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陈伟成以及我身旁的许志超教练呢陪同各位来欣赏这场比赛。教练你好。Hello， 伟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教练刚才打完一场比赛，汗都还在流，好喘。所以你怎么看这场赛事？今年的其实在登峰造极大专男子组的赛事啊，我觉得战况的变化有点难以预料。对，就是说前面战绩好的这些学校呢，没有想到呢，在4强战呢有点算是中箭落马。比如说在待会马上要来出战的这个政大，对，那反而践行大学在分组赛的时候的表现不尽理想，但是这个惊险进入到4强之后，反而杀进到冠军战，所以后市看涨。对，所以这也是在今年赛事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对，因为这两支队伍其实黎明一开始第一天就赢了健行科大，所以前面都是连胜，只有昨天输球啊，不然他是一个全胜的状态。其实昨天输球也是相当的可惜，是输在最后的1分钟啊，对，最后被对方来一个8-0的攻势啊。那政治大学当然我们知道兵多将广，有很多是包括宋新浩、张奇恩还有周子熙啊都没有上场，所以也是一个还有莫斯塔法一个老外，只有一个波波卡一个老外，所以他们也是在试一下。陈子睿教练也是有讲让这些平常打的比较少的，可以再透过登峰造极的比赛来看一下替补的球员的状况。对，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这2所学校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因为在目前的整体的战绩呢，包括分组赛以及在昨日的4强之战呢，目前累计的战绩都是3胜1败，没错，仅仅输1场赛事啊，所以调到季军战，这其实从第一天呢一路打到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周6啊。尤其是政大啦，因为毕竟呢，在这个所处的这个大专的篮球赛事里面呢，他们已经是在近年呢已经完成了5连霸，非常可怕的姿态。那这也是不是代表说，借由这一次的新复发登峰造极的这个篮球邀请赛呢，也可能在今年的 UBA 的新一季的赛事里面，可能战况比较不会像过去一样这么好预测了。对，那我想，既然昨天政大已经输球之后，我想其他的队，当然你只要没错，我们100开政大的阵容当然是相当华丽哈。可是篮球场上也是很难说了，就像伟成刚刚讲的，其实前几天健行是2连败，0胜2败，是后面才2连胜之后又进到复赛，甚至昨天在赢了政大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冠军赛。那政大一开始本来就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宇宙政大嘛，因为已经5连霸，是有史以来没有，不是有史以来，因为之前还有我在学我的母校，不好意思，那个时候150-160场连胜，对，那个时候叫台北体院了，对，现在呢已经是台北市立体育大学，已经成为台北市立体育大学了。好，双方球员介绍完毕之后呢，在待会呢，这场比赛季军之战呢就要正式的开战了。那其实刚才超哥也提到啊，在昨日的那场比赛呢，其实黎明技术学院是以79比83，仅仅4分之差呢，输给了台艺大。关键就出在第4节，在第4节的时刻呢，其实黎明单节攻下了19分，却让他们的对手台艺大呢攻下了28分，所以也等于算是有点这个遭到逆转的这种状况。好，谢允达、李恩宇、林子浩、傅俊啊、波波卡，这是政大所派出来的先发5人。这个戴承业、张佑琪、田耀乐以及林佑浩，再加上谢植启呢，这是黎明技术学院呢所派出的先发5人。好，这是新复发建设集团陈彦博执行长呢，要来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来进行开球的仪式。先进行开球。每一个学年来到了暑假，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杯赛。那么在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啊，在新复发的这个赞助底下呢，其实也已经举办了非常多届的赛事，而且也成为，尤其是在北部的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在高中啊，都是在暑假期间，他们等于是备战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赛事，算一个热身赛哈。那当然经过暑假一个磨合啊，
当然有新生的加入跟1年级、1、2年级的新生升上来3、4年级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对，而且在这个 UBA 的制度稍微近年呢做了一些转变之后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转学生呢。来加入到可能上一届的赛事还在 A 学校，下个赛季呢，你可能就在 B 学校的这个初赛名单看到他了。初赛的阵容哈，因为大学生啊，其实跟高 HBL 跟 JHBL 它不一样哈，你就可以选择啊，已经满成年了，你可以选择哈。对，这其实跟现在在美国 NCAA 的这个赛制呢也有一点像了，就是说在转学上面呢，已经不像过去有所谓的球监。那再加上呢，现在 NCAA 的赛制上面呢，也允许呢，过往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赞助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源的协助，但现在呢，都已经完全开放了。对。来到了季军之战，这也算是一场面子之争了。那尤其政大在这个 UBA 大专篮球联赛从109年一路到113学年呢。是连续完成了5届赛事的冠军，对，相当的不容易哈。在政大这边呢，昨天的吴志凯啊，上场的时间虽然不少，但攻下了10分，但最终呢也是出现了双退，所以在赛前呢也跟紫薇教练在聊到这名选手的状况，他说其实还好，但是呢这场比赛就还是先把他这个摆在板凳上面呢，对，就不要让他出战了，因为。其实虽然都还在暑假期间，但我觉得对于教练的哲学上面有很多层面要去考量。那你要训练球员的同时呢，你也必须得保护球员。所以有的时刻，这个对于教练来讲啊，什么样的比赛要打，什么样的比赛不打，或是什么时间呢要来保护球员，这都是一门哲学。哲学哈，教练哲学啊。对，好，身穿黑色球衣的是黎明技术学院，掌握了首波的球权。中距离拔起来没有，在一开始呢，双方守到了尼伦波夫卡在禁区要球，直接高调进去，没有听到哨声，这是一次的失误。transition 直接起飞，球也拨出了界外。底线一个跳投没有得分哈，中距离的方法其实已经制造出来哈。林子浩的第一个假动作，底线切入，身体的碰撞，中距离拔起来也没有。波波卡在禁区的杀伤力是非常恐怖的。昨日的比赛呢是能够攻下24分，而且抓下23个篮板球，都是 double 20啊，连续2场。3分外线出手去。林恩宇哈，第一次的3分出手4投就命中。林恩宇昨日的比赛呢也攻下了10分，在3分外线的手感啊是稍微低迷一些，4次的出手仅仅命中1球。这边也打算换颜色，大号的3分没进。吴俊尧，波波卡做一个谢云达，哇！昨天谢云达在第4节最后有一个快攻的劈扣哦，单手。好，波波卡直接扛到禁区，左手弹了一下球进。让波波卡站到有利的位置哈，因为刚好波波卡也是一个左撇子的选手。对。好，开赛已经快要2分钟的时间了，黎明技术学院呢目前还没有办法攻下任何的分数。林恩宇转换节奏，并没有把球放进，篮板球还在郑大的手上，换成左手也是没有。这已经是准备要来第3波的进攻，波卡在篮底下，连拿了4分。比分来到7比0。
好，这边总算是正式的开张了。戴承彦的中距离2分啊。昨天其实有跟吴建龙教练聊到，戴承彦是埔里国中毕业的选手，东山高中啊，现在也是正在积极的培养他。戴承彦身材也是相当的手长脚长哦，细长，也跑动能力也是非常好。对。戴承彦过去埔里国中当然比较盛产这个控球后卫了，对，小个子。但戴承彦呢，现在在黎明技术学院这边呢，也找到自己发挥的机会。埔里国中也要介绍一下哈，是以前玉龙队的史威广教练。是。对。相当辛苦哈，在埔里耕耘了很久。这也是在显现出基层篮球教练比较辛苦的地方，尤其是因为目前呢，不管是大专还是高中都还是北强南弱那当然在中部的资源跟北部相较起来呢，可能也是略逊一筹，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尽管如此呢，这些基层的教练们呢，都还是非常无怨无悔的在付出。没错包括其实超哥过去呢，也是包括在基层在 UBA 呢，也都是耕耘蛮长一段时间的。在中部也是相当辛苦，那个地方三角路对。包括中州，包括青年。好，目前的比分7-3，政治大学暂时4分领先。波普卡在禁区又来持球了，守到区域防守，面对 double team 直接夹起来。这一次的哨声其实对黎明技术学院来讲是一个伤害，因为他们已经转变成了区域防守，而且波普卡在禁区也面临到了包夹，但这一包还是包出了犯规。这一扇门关得不够紧，留了一个门缝，有些缝隙对，因为你1对1以国内的赛事，现在要停住波波卡的话，真的是很困难你可能停住之后，你停住他，你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不是犯规就是受伤了。对，波波卡不仅仅是身高205公分他的体重呢也来到120公斤，而且你要停住他，你要很足够的胆量，对，才有办法这么大的确黑的这样冲过来，在禁区对，就像上一场比赛这个明星这个蓝队的球员看到周鸿祎教练一样，周鸿祎唯一不一样是白的对。这种也是相当的智取的球员也是高中也毕业于屏东高中手腕运动相当好好 ，to make it， 再做一次的转移，好球，傅俊尧的抛投没有，波普卡的篮板再抓下来，再找傅俊尧，但是位置不理想，没错。现在排出来，当然就阵型上来说，也是一个双塔的阵容。但双塔之间呢，要怎么样来做连线呢？在现今的篮球，虽然节奏打得很快，但有双塔的这种阵型，4、5号球员之间的默契呢就很重要。好球，中距离的跳投，林佑浩的得分，他也是毕业于志平高中，目前是大一的选手。球又到波普卡，卡瑟开进去 ，score。哇，感觉在现在的红馆波普卡一持球呢就是单行道这没有双向道。没错Pick and roll 假动作，中距离没进，篮板球政大要到，这是一个 transition 的机会，右侧空间出来，空中小拉一杆，再买到犯规。看一看是吹在谢子启的身上吗？还是？好，看一下，没错吹在谢子启的身上现在6号的谢云达呢，也是大一的选手呢，要站上罚球线。云达呢也是毕业于 HBL 的名校光复高中。那在昨日的比赛他也是能够攻下呢全队第2高的19分。而且他的移动能力也相当棒，除了这19分之外，3分线2投2中，而且昨日单场的比赛一共出现了6次的超解，而且才1年级的新生这是他今天的首度得分。在这次的幸福发登峰造极篮球邀请赛，那政治大学呢一共带来了4位大一的新生，包括了傅俊尧、张君怀、谢云达以及陈君伟。好，2罚都进。往篮底下塞，晃掉了第一线的防守者，傅俊尧冲进来抢到了防守篮板。
相当可惜哦，机会是制造出来了。假动作，3分外线的出手有 for three。林子浩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 就是3分球。前几场其实都是用替补上场哦，今天一开始就放在先发的阵容。对，这个3分球对他来讲是重要的，因为在昨天呢，他5次的3分球只命中1球，看起来手感并不是太好。但今天呢，现在在第一节呢，已经有3分的进账了。来喽！底线被踩死，再次的发生失误。4打2的快攻看怎么处理，贾传自己追上篮 ，touchdown。17比5，现在在第一节啊，才打了1半多的时间呢，已经取得了12分的领先。哇，又掉球了！哦，失误太多了。这个时候就只能用犯规来阻止对方的快攻前进。没关系啊，已经撑到 TV timeout 了。好，场上现在电视暂停出现，目前政治大学暂时是17比5，12分的领先。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这是在2015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男子大专组的季军之战。那从第一节开打至今呢，将近6分钟的时间呢，政大是打得顺风顺水。那除了目前呢，一共有4位选手呢能够有得分的记录之外，那也因为呢多次能够造成对方的失误来转换得分，这也是现在能够取得12分领先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次的这个 TV timeout 暂停回来之后，超哥你觉得就说在黎明技术学院这里要怎么样去降低他们的失误？因为毕竟看起来失误现在是他们心中的痛。没错，那除了进攻方面之外，我想防守你还是要停住，因为刚刚TV timeout 之前啊，林子浩连得5分啊，跟一开始的波卡，那是不是会变换一个区域的防守啊？那我们静观其变一下。好，暂停回来是政治大学的边线球。好，这个 pick and roll 并没有注意到，有机会暂停回来之后的掌握失误得分，好球。TV timeout收到一些效果哈，马上要到2分啊。谢云达的空档，3分力量大，篮板球抓下来，双旗连线上场了哦。对，史努奇跟张佑琪。哇，史努奇在这边卡位，哇，这是这个超哥，你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几吨卡车之间的对决？秩序册当然上面是写史努奇还多了10公斤哦。那张佑琪其实2个身形真的很像，那他们2个在配合的高低位走位。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灵活啊，所以常常会出现齐连线。哇，才刚讲完，现在史努奇在在掩护的过程中啊，被吹了进攻犯规。我们讲史努奇从国中的时候就很有名啊。然后再进入到这个能人，再进入到健行，现在转学呢，来到了黎明技术学院。对。他的低位还是相当的有破坏力，他一拿球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名的选手会来对他做一个包夹。是，而且感觉他好像比过去看起来再瘦一点点了。对，因为现在篮球真的太快哈，没有办法像当然他在神冈国中的时候可以啊，国中的时候，其实大学也都还高中都还勉强了。
现在真的超快，有人一个不闪手，我就不知道是谁出手，真的很快。好，一样，第一位施鲁奇一直要不带到球啊。要注意进攻的时间，又剩下7秒钟了。对，这可能要自己来拆弹了。好，施鲁奇总算要到球了，中距离的抛投，他的手感相当棒。这一球是用他的非惯用手，是用右手这么远的距离。看起来啊，在这种篮筐附近的这种抛投呢，也下了苦功。球哇，跳在空中啊，左右两边都能传，想法不错哦。对，而陈君维的防守范围更大。好，林志浩目前也攻下了5分。好球，哇，预判到哦。好，现在布库卡呢再回到了场上，其他下去休息的时间并不长啊。对。看起来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呢，政治大学好像这个紫薇教练是不是暂时把兵权呢？这个比赛交给了范耿祥教练，在调度。对，那相反的这边黎明技术学院也是由教练阿明张敬明来执行这个杯赛吴建龙教练反而在场边啊。对，不仅仅是球员啊，需要借由这个杯赛呢，去找到这种下一个赛季正赛的这种比赛感觉。其实对。在总教练上面呢，也要培养他们的助理教练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昨天没看，可能不知道。因为昨天台艺大的总教练小葛被2次技术犯规出场，所以助理教练还是得培养起来。昨天的陈碧峰教练马上顶替上来，他赢球。是，所以我说昨天的台艺大最大功劳是小葛被吹出场。对。不过这也显现出啊，就说因为现在的职业篮球呢，在台湾发展的非常蓬勃，一共有2个联盟，如果包括 SBL 的话是3个联盟呢。那可是，在2职篮的联盟里面，其实本土教练的人数非常的少。就我现在有印象的话，大概仅原本呢，大概只剩下2位。就说包括到永仁，然后包括到浩代许浩成。对，这2名本土的这个算是中生代的教练。那当然近期呢新成立的阳金工程篮球队然后是邀请到了李义华教练光哥了，李义华教练来担任，所以2联盟里面现在有3个本土教练，但是一共有11支球队啊，其实比例还是有点低了。因此呢，不管是在 SBL 的联盟，或者是在大专这里，我觉得本土的教练呢，真的要好好的吸收自己的能量。除了把这个年轻的选手呢给培养起来之外呢，也要把自己的能力呢给培养起来。对。从暂停回来之后啊，原本12分的分差，现在缩小到了8分。那前一个暂停呢，对于黎明学院来说呢，是有所帮助。好，波波卡，这个非常简单的战术啊，直接在禁区要位，哇，又吸引到了哨声。在第1节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当然目前呢，黎明学院呢是已经进入到了加罚状态了。波波卡在昨日的比赛呢，罚球是6罚2中，考验一下他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前面是2罚1中，这边的第1罚顺利罚进。还是2罚1中，还是维持他登峰造极的水准。这也算是表现非常稳定了。高伟的 hand off 接掩护，哇，其实有一个传球的空间，球被点掉。华磊没有办法，球又回来了 ，shot clock 时间还够，中间的抛投好球。这边得分的是戴承彦，戴承彦目前呢也攻下了4分。黎明技术学院积极培养的一位常人戴承彦。
有200公分啊。哦，戴承彦这里也造成了波波卡的进攻犯规。敏捷性真的还蛮好的哦，受长型跑动。对，他刚刚抛投的手感也是非常熟练。嗯哼。你看到现在黎明技术学院的教练团也是相当完整，吴建龙、杨敬敏、陈耀廷，陈耀廷现在改名叫陈炫宇。哦，哎，今天好像没看到 OD 哦。好，3分外线，已经拿了4分了，手感哦，弹进去 for three， 不错哦，真的哦，戴承彦哦。哇，戴承彦这有机会成为他在这一届赛会的一个代表作哦。在第一节的末段，慢慢分数咬上来了。好，戴承彦把波波卡吸引出来，掩护，球又到他的手上，想要往外给，再接一个 high pick and roll 到45度角，3分外线的出手力量大。好，这个时刻呢，宋信浩也上来啊。哎，今天宋信浩竟然登陆了。嗯，宋信浩前面几场都没出赛，今天第一次。还是要上来暖暖身了。他上个月在亚洲大学啊，刚好我有在现场，在杭州，哇，状况非常好，所以是全部的 MVP 啊，从预赛、复赛、决赛全部都赢球啊。嗯，打到大陆有些 CBA 已经来注意他了。没错，肯定的。对。时间还剩下5秒钟。好，这边有没有拆弹成功？没有。但是呢，黎明学院呢，在第一节的倒数3分钟收复满满，从原本12分的落后到现在追到了16比20，双方4分的差距。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2025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这一场男子组的季军战，政大面对到黎明学院，目前双方4分的差距，准备要进入到第2节。刚才画面上呢看到这个戴承彦啊，在这场比赛呢是负责防守波波卡，而且他目前呢也已经攻下了全队最高的7分。小挡大的掩护，反身的上来，这是一个高级动作，徐德奇的得分。哇，漂亮的 pick and roll， 完全打出自信心了。戴承彦哦，这一球我真的以为他会被波波卡给删掉。
还是钻出一条血路。对他现在的自信心是处于爆棚的状态。瘦归瘦，还是有优点哦。对他现在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了。目前政大呢还是掌握着进攻篮板上面的优势，波普卡高位的掩护，等到外围，哇，这个步伐也蛮梦幻的。尽管呢，在前面的几个赛季啊，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后有爱者的时代，但其实政大呢，在最终整年度的战绩上面呢，最终的年度成绩呢，倒是没有受到影响，已经完成了5连霸。哎呀，在这边出现了滑垒，这应该是棒球场上的动作。当过去的国家队的教练啊，担任这个青年队的教练呢，其实都会有这种，从阿明的表情上，大家可以了解，就说奇怪，以前我这个很容易做到的东西，怎么你们都做不到？过去超哥带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感受是还好，因为我自己很爱打球，所以我知道有时候一般生他们不一定听得。就算他听得懂，他做不到哦。他听得懂，他可能做不到。他不是不传，他是传不到，那能力有限。很快的，我们看到政治大学这边啊，林恩宇又投进了一个中距离啊。对，其实时间还够，这是一个 wide open， 3分外线出手没有。想要长传急攻，紧急刹车悬崖，累不了马。Kiki 怎么没有拨回来？我想说他喊一个暂停。这不是职业比赛的，我知道。我想要奇怪他怎么不试试看救给队友？对，这个球鞋上 ABS 的功能呢，这没有点开。突然杀进去 ，inside out， 3分外切 catch and shoot。哇，到目前为止，黎明学院的3分的命中率啊，的确是比较低。开关还没打开哦。谢云达，波波卡上来，他选择往右侧切入，硬扛进去。这次的出手有些勉强，多撑了一下，还好，很辛苦的保护住了这个篮板。戴晨燕。我还以为戴晨要直接拔起来，那脚步有点像哦。其实对于戴晨燕来讲啊，他的这个才刚讲完，3分外线出现了，双方仅仅1波球权的分差。30号的吴尚恩啊，也在本场首度得分。这场比赛，黎明技术学院呢没有外籍生的帮助哦。对，外籍生就第1场对菲律宾的时候已经扭到哈，不然泰利也是相当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也是打过 NCAA D1 的球员。李恩宇中距离的跳投，稳定军心。犯规喽，应该是犯规，没错哈。买翻成功。在比赛第1节的初段啊，黎明学院打的是比较跌跌撞撞，尤其失误的方面呢，比较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但是现在进入到第1节的中后段，再延伸到了第2节的这前面的3分半钟啊，感觉是越打越稳了。对。王振瑞站上罚球线，在昨日的比赛呢，他攻下全队最高的20分，而且还送出了5次的助攻。4分差距，又是中距离的跳投，
林子浩跟林恩宇啊，这个双林，这个真的是让防守端上了面临了枪林弹雨，分别拿下9分跟7分哦。对，在今天其实政大有蛮多的这样的中距离跳投，在现在的这种小球世代的篮球比赛里面，中距离跳投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哦。对。大部分2分球都是上篮跟抛投哦。过去超哥的成名绝技就是中距离的这种急停跳投啊，而且还要带插板。插板的。对，现在插板已经很少。这是我小时候看您打球的。有这么严重吗，伟成？对。我刚刚才讲，我们以前还打过同队。有。但因为每一个世代都在不断的转变啊，球风在转变，然后也一直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哦。那新世代的球迷可能不知道，坐在我旁边许志浩教练呢，过往的就是一些战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2、3号位想要出头是很难的。超哥，你帮我们细数一下那个年代厉害的2、3号球员有谁？就是你竞争的对手有谁？龙哥啊，东方哥啊，罗哥啊，对，邱德志，还有李国龙哦，所以你看，超哥你能选得上中华队，真的也是在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竞争当中啊，哇，找到一丝空档。10个时间，剩下最后的9秒，然后。又是塞到波波卡，又是塞给波波卡哦。对，左边真的是挡不住啊！这个完全就是用身形、用肌肉来找空档。对。好，到了地球转出来，还是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那陈燕比了一下，没有给。好，总算找到了一次，哇！这一波打得非常有耐心 ，nice play。吴尚恩哦。现在黎明的球风也是相当的快哦，传导，好球啊！哦，突然的 crossover 想要找波波卡，但是我发觉政大在 pick and roll 跟波波卡的配合传球的 timing 啊，不管是林恩宇啊，或者是林子浩，我觉得传球的 timing 好像都稍微慢了一个小半拍，比较不习惯。因为我觉得他们以前波波卡给大家的印象是直接站在低位要球，哦，就是专门吃饼就好了，吃饼对，这祖国的讲法。对。那你如果站在高位 pick and roll 往下滑的话，它这个比较少一点哈。好球，这一次的切入行云流水。好，正好的3分球，力量轻了。波波卡又在禁区拿到球，好，这个 timing 就对了，球被拨出来，底线放了一个 wide open 的机会，弧度拉得相当高 ，nothing but net。马志凡，大2的学生啊。来测试一下区域防守，哦，不错。马俊也是金华国中毕业之后就去美国了。对。哇，波波卡这个打法真的是没有在跟你讲道理的，直接攻击篮筐啊。对。哇，吴尚恩这个。有点像韩国队的味道哦，戳一颗啊！这空档很小，再来，没问题了。信心很强，勾了啊，不错！哎呀，波波卡在篮底下，他的这个威吓的能力呢，还是相当可惜。对，直接的起飞，谢云达，大意而已哦。这段时间，黎明技术学院的攻击啊。其实没有到很慌乱，机会都有出来，但就是投不进。当然，在波波卡在进去的时候还是会有影响哈，因为你平常没有这么大的身高摆在这里。面对到政大转换成了2-3的区域防守啊，这一波的半场进攻又是失误作收。那场上喊出了暂停，目前双方39-29，10分的差距。
好，现在呢来到了9月27号的晚间将近7点钟啊，在接下来的最后的这个2场比赛呢，就是大专男子组的季军以及最后的冠军之战。那这场比赛呢，政大在第2节呢也是来到了中后段之后呢，慢慢的拉开了比分差。那主要在攻防两端上啊，其实还是比起黎明学院呢是更加的稳定。那在双方的命中率上呢，正如刚才所说，其实黎明并不是找不到出手的机会，而是现在真的就是在比命中率的问题而已。对。那当然，政治大学这边有2位得分球员已经上双哈，包括12号的林子浩，还有波波卡。谢云达3分没有。突然，一箭穿心的传球 ，good pass， 这是史鲁吉今天的第2个 field goal 了。这个防守被过得太轻松。谢云达其实个人的进攻能力、得分手段相当的多。守了一个2-3的区域联防啊。没球快给。这边想要靠在对手的身上啊，反而没放进。朱强在篮底下，球直接被神路奇给拨掉，相当精彩的防守。好，薛云达的犯规。也正因为政大呢去守到了2-3的区域防守，看起来这个时间点把史鲁局换在场上啊，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2-3的区域防守来居中接球策应，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中距离跟这种抛投的火候。当然，今天我觉得史鲁局好像不太能够得到队友的爱啊，球都送不太到他手上，接球的次数比较少哦。有没有真的都送不到他手上？看得到接不到。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主力球员啊，对，就说当你在场上一直接不到球的时候，你这个打球的欲望啊，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哦，节奏不对哈，该接球的时候，黄振瑞的急停跳投Now looking pass 打到篮底下 ，What a play！ 哇，看起来政大呢，准备要一波流把比赛给带走了。目前的比分44-31，单节啊是24-15的攻势。第1节，黎明学院呢是单节攻下了16分，目前是单节攻下15分，所以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单节得分上面呢，其实是能够接受的。但第1节让对手得20，现在还没打完已经得24分，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在防守端上出了问题。当然，几次看到transition转换这边政治大学这边都是以多打少要到分数并不会站好半场的 set offense 再慢慢发动只要有多打少，那包括林恩宇的推进那当然箭头又有林子浩，内线又有波波卡，不能让对方啊在这个时刻呢就定比赛的胜负，所以暂停该喊还是得喊，但这个时候也考验这阿敏教练啊，能够祭出什么样的法宝啊来止血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就说我们在近年来讲啊，可能以过去篮球的比赛内容跟节奏，15分可能是一个关卡，但现在我觉得要提升到20分。对，有的时候球队赢20分，你都觉得都还不能放到第4节赢20分都觉得啊，好像没有很稳。对，真的，因为节奏打太快了，而且现在3分都超远，你根本没有想到。镜头上面看到就是陈炫宇教练以前叫陈耀廷也是毕业于高雄3名家商的中锋，动作相当扎实的一位球员。小娟姐的学生谢玉娟。我有点不记得耀廷成为这个成人球员之后是有打哪里？是达兴有打过是吗？有。他后来因为脚受伤的关系。是。弧顶3分外线，哇，这边空档有找到。
依旧是命中率的问题。王俊帆身体的碰撞顶不进去，还是强硬的出手，卡位没有卡好，突然看到一道黑影冲进来，得分的是徐德奇。远边的 weak side 没有做到 box out 哈，还是打一个快攻啊！刚刚也是第一波没进，第二波会补进。好，拨掉了第一线 inside out， 再一次的3分外线有了。提到了谢子琪是本场首度得分了。对，这个3分来的正是时候，要不然真的就要完全被拉开了。进攻的时间呢，跟比赛时间相差3秒钟。哇，两边台都有犯规次数可以用哦。对，黎明学院这边竟然是0次犯规啊！第二节，轻松的垫步。后垫步的3分外线出手宋新浩，快点发，剩2秒了。骑马射箭，哇，差一点点。好，在第二节呢，政大是收获满满了，单节的得分呢能够超过25分，所以也正式的拉开了比分差51-34，17分的领先。好，我们来看一下政治大学以及黎明学院呢，在上半场打完，双方的攻守数据呈现在2分球的命中率上面呢，双方差距并不大，但关键的出现在3分球的命中率以及篮板球的总数量上。那在政治大学3分外线的12投5中，高达了41.7%，而黎明这边呢只有2成86啊，所以在这个3分的出手的数量也不少的情况底下呢，他们这个命中率要想办法给提升上来。然后在篮板球又有1倍的这个差距，所以这也是政治大学呢在这个上半场呢能够取得17分领先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好，可以看到，在罚球命中率，其实双方都各有6次的罚球，罚进了4球，命中率是同登同分。那在抄截的数量也相当的接近，失误其实也没有想象中差的这么多，所以在细项上可能是在失误呢被对方转换得分上面的这个比例呢，其实政治大学在掌握对方失误的得分，可能还是要稍高于对手。
好，所以在前面2节的比赛呢，可以看到，其实政治大学呢也算是这个在调兵遣将上面呢相当的轻松。在第1节呢20比16取得4分的领先，但是在第2节上面呢，单节快要能够攻下30分的得分。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这个7名选手呢能够有得分的记录，其中包括林子浩，目前呢已经攻下了13分，是全队最高。另外波普卡呢在游击区里面啊，这个也能够呢拿到了12分。更重要的是在篮板球的贡献上呢，他带给应该说团队呢是相当多的帮助。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欣赏第3节的比赛。好，政治大学面对黎明技术学院呢，待会的比赛呢，准备要进入到下半场的第3节。那在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呢，才要正式的比赛开启，双方17分的分差。那对于黎明技术学院，从刚才我们看到中场的数据里面呢，他们必须得想办法要解决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在防守端，尤其是在篮板球怎么样巩固，而要怎么样守住到波波卡这一个点。因为对于政大从第1节的前面的2分钟，其实看得相当的清楚，就是希望这个整体的打法是由内而外，到由点而线而面，他们能够成功的做到，所以再加上防守端能够造成这个对方的失误，所以他们得分的来源其实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哦。尤其几次政大在推进快攻这边啊，不管我们看到谢云达、林恩宇这边，包括林子浩，哇，3个箭头，他所有都可以做选择。那你投不进的话，内线还有傅俊尧跟波波卡哦，包括陈君伟啊。所以在现今的篮球，虽然节奏快，然后3分的出手的量
相较于过往比较高，但实际上每一支球队要有一支优质的内线球员，应该是说有影响力的这个中锋的球员，还是相当重要。当然，因为你防守的范围不敢扩太大，扩太大，因为你每次一出手总要来卡位他嘛，然后一定要身体对抗，那你又不能补太出去的话，里面一塞进来，刚刚已经讲过，你不是犯规就是被对方得分嘛。所以这也是就我们在讲就世界篮球的趋势，就算是在中锋，你的身高要够高之外，现在的要求是越来越多了。那可能分为 A、B、C 的等级啦。这个最起码的 C 咖就是你身高要够 ，B 咖的话你跑再加上有 OK 的跑动能力速度。那如果是 A 咖的话，是还有可以投3分的。哇，这种球员可能就相对比较少一点。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这么会做这么多事情的高个子选手，很多球队都不会放。的确是，没错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以过往中华队的这种内线的选手有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能力的话，其实从可能到早时期春雄可能跟比如说邱宗志到后面，对，我有提到，然后在比较近期的话，那大概就是这个阿鼎啊。跟田磊，对田磊。那其实戴豪到后面呢，他也有这个慢慢养出这个3分外线的火力。年轻的翔军还可以，对，翔军也可以。第3节开始。波波卡在篮底下3路球被断掉。王真睿的手相当快啊。好，拖车没有。又起好球这边吃掉了波波卡的协防。凭借着个人转的底线基本的脚步啊。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假动作，球弹了一下也进去，双方花不到30秒啊，非常快的都赚进了第一个 field goal。其实看到波波卡这边已经来台湾第3年那看他的身形前几天已经提到，以前是打了一下就要下去，现在可以连续出赛。好球今天戴承业呢，真的我觉得表现中规中矩，在机会来到他手上的时候，对他该投他就投，然后不该他投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在团队的配合以及防守端上。当然，他也要是一直注意场上队友的状况但今天他的另外一项任务，对他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样一个人想办法去守住波波卡。但目前呢，是吞下个人的第3次犯规，也不错了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在如果这个比赛守住波波卡的话，我想你在 UBA 正式比赛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就不会说没有碰过。没错。那其实对于戴承业来讲，我觉得也是借由比赛来学习经验啦。那戴承业今年已经是大3的学生了，但面对到这种身形这么壮硕的波波卡，有的时候你想要盖到他火锅不太可能啦，但你怎么样去干扰他的出手就好了。对，不要去赔上太多的犯规。年轻选手有的时候就说想要在场上。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想要透过积极的防守，然后去争取更多的这个上场时间。但是防守跟犯规之间的拿捏控制尺度对，因为讲直白一点，就是你现在犯规一多，你就上不了场，这是很直接的。犯规一多，你就会影响到教练调度你的心理啊。对，你会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没吹，大家还是在比走。这个防守呢，看起来是正大的疏忽了。底角 corner， 力量完，这一球直接踢出界。对，没有，这是直接打在脚上啊。蛮可惜的，应该是稳应该要拿下球权的。对，而且张佑其实面对球。右边一步过进去，协防过来，再想掉波波卡，发生了失误，但已经有3名白色球员退防。
加速哦，这个掩护做得不错 ，nice play。行进间的掩护哦。对，张佑琪啊，把波波卡直接卡在油漆区篮筐的另外一边。哇，其实这届王振瑞的手感也相当好，因为你是过去是一个离心力，最后是用右手出手。好，波波卡又在积极的要求，要拆弹了。左边假动作，第二拍中距离空心进网，相当稳健哦，林根宇，这是场上的拆弹专家。同样也是中距离。林根宇也才2年级而已哈，高中是毕业于光复高中了。Double team， 换成左手。陈君伟，陈君伟呢也是刚从南山高中啊，从小巨蛋的冠军战里面啊，然后结束了之后，当然这一个赛季应该说上一个赛季啊，南山高中蛮可惜啊，还是没有能够这个回味呢他们过往这种夺冠的这个王者荣耀。但君伟呢，在冠军战应该说在小巨蛋的这个系列赛当中，他的发挥是不错的。对。从国中就注意到他哈，现在是越打越灵活啊。那君伟未来想要有发展的话，就是要把他的这个外线的能力啊，跟他的这种提升啊，对机动性给提升上来。因为君伟他自己本身的身高是只有195公分，其实有点尴尬。打4号呢勉强，打5号太矮，打3号可能速度又不够。对。但这些都还是能够靠着后天啊去慢慢去改善。差点被拨的哈，谢云达又找到波波卡，哇，波波卡自己持球面框的进攻，结果踩线。张佑琪真的是顶得很好，张佑琪，这真的是以小博大。秩序册这边显示张佑琪是来到了100公斤哈。我看一下波波卡这边是来到了120公斤啊。整队黎明技术学院啊，要不是史鲁奇个头比较娇小一点啊，不然应该是由他来扛波波卡，因为他有110公斤，比较能够扛得住。波波卡120，走步喽。好，现在的分数差距呢有点小尴尬，就是追不进也拉不开。来到58比42。消耗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哦。我 show time！ 哇，这一球呢真的是够水准哦。4号的王振瑞，大2的这个控卫啊。我们方才就提到昨天的比赛呢，他就攻下了全队最高的20分。没错哈，昨天的王振瑞手感非常的火烫。而且你看他的基本动作是不错的，而且他很敢去处理球，也是能出来的。对，相当的流畅。现在感觉能的选手基本上就是往健行跟黎明技术学院在送啊。当然，那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梦竹教练跟欧迪教练也是能系统出来的啊，的确，所以一定会比较熟悉啊。后康的倒球本比较熟悉哈。哎呦，这就是非收波性失误啊，场地造成的失误。出手哦，谢之气。好。力量大，而且是一个3分外线的犯规，但裁判看有没有要给3罚。没有，我以为是要吹范肯祥犯规。应该是波波卡。当然对于这次的吹判非常不满啊。不过刚好也借由这次的 TP timeout， 让他的情绪冷静，是不是可以冷静一下？好，我们也与此同时休息一下。
好，在前面暂停之前的一个 play 啊，应该是出手后的犯规了，所以应该是没有要执行3罚。但波波卡呢被裁判吹了这次的犯规之后，自己的情绪好像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一直到现在，刚才紫薇教练都还在不断的安抚他。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值得肯定哈，因为他是从这么大的身材冲出来影响，表示他有这个防守意识了，而且体能也不错。15分的差距。所以史鲁奇在场上的重要性就在这边了。那现在就是看队友能不能够投得进了。一键穿心到篮底下，再回出来，时间这边多走了，对，这太过 freestyle。Kiki 跟宋清耀其实在上个月的亚洲大学，哇，在现场我感受到真的打得非常好哦。不管在进攻端、防守端，真的，包括林子浩，还有王伟嘉也是没有上场。王伟嘉的防守哦，真的是，当然波波卡就不用讲。对。整场球大概只有政大这些加油团员，全部都是帮中国队加油，真的，我没骗你，我在现场。制造到犯规有罚球。在第3节剩下将近4分钟啊，黎明技术学院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这2所学校之间当然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但比赛啊，就目前的分差来说，还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啊，这一罚第1罚没有罚进，飘了昨天的赛事呢，攻下了11分，送出了4次的助攻。但呢，耀乐呢，在这名大2的选手啊，在这几场比赛的3分外线命中率比较低迷，尤其是昨日的比赛，3分外线9投1中。好，2罚中1。军伟接球，第一时间就来找篮筐。球啊，现在可以看到政治大学的内线都是用1年级来磨练一下哈。陈俊阳跟傅俊尧，对。哇，自己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啊！这个防守亦步亦趋，最后勉强的出手。哎呀，走步为力了。对，有点，我觉得军伟来到场上啊，也是求好心切，急了一点。他本来应该想运又不想运，对，我觉得啦，他本来想要直接跨步就上了。对。坐在我旁边的是这个有着非常丰富篮球经验的这个篮球心理师，我是觉得，因为球员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有的时候从动作、肢体这个动作上面呢，就能这个查出一些端倪。超哥，要不要以后这个开一个类似这样的诊所？心理诊所，给他证照，这样我要去找季老师补修学分了。对，请季老师先弄个学会啊，运动心理学。对。应该说协会了。啊，这边太多的身体碰撞了，所以从刚才这个 play 啊，就说年轻选手必须得学习的经验。其实这一次已经几乎是要守住了，而且已经把对手已经逼到底线边了。其实真的也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身体碰撞。没错，他已经到不好的角度，这么差的角度。好，场上现在政大这边喊出的暂停，因为这个目前的分数呢12分，但政大尽管如此啊，他们我觉得在用兵调度上面呢，还是相当的
宽松了。对，就说不管是大一、大二，甚至是主力的球员呢，都是轮番上阵。不会吧？紫薇教练到现在还在安慰波波卡，这个孩子的情绪啊，真的是不太好掌握。他可能真的认为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这么认真，我这么 hustle play， 对，从 inside out 出来 close out， 啵，对，啵出来之后就犯规了。但重点是波波卡3犯啦，所以也让他可能第3节后面肯定要冷静一下。对，要冷静一下。第3节3犯的肯定要冷静一下。第1节2犯，第2节3犯，第3节3犯，一定要下去，因为站在教练哲学的没办法，你肯定要这样，因为你还有第4节要用。对，因为你不晓得，就说未来的战况会怎么发展，而波波卡呢，在这一场的比赛里面，在对方呢没有特别高的内线支柱，而外籍生也无法上场的情况底下，波波卡在点对点上面是绝对的优势，相当重要哈。连续2场都 double 20，不是 double 而已。对。要注意时间哦。打好的3分球，直接弹出了界外，这是黎明的好机会。其实从一开始落后之后啊，一度是有将分差缩小到3分的差距。那现在又有机会回到个位数。对，还是有机会哈。看看第3节比完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分数压在个位数的差距，就相当有看头。哎呦！他要往上走，这就是有点断讯啊，连线没有成功，在伤口上面撒盐巴，直接投进的是徐德奇，好伤哦，真的好伤。这样子的打法是太过于简单了。哎呦，在篮底下，结果这一球啊，居然是没有能够摆进去。哨音没响哦。中距离的横移，篮板球抓下来。哦，从后面想要捞球啊，林子浩赔上了犯规。两边其实犯规的控制都相当的得宜哦。好，现在双方呢纷纷调兵遣将，林子浩下去，而对面的这个王正瑞呢也要下去调整一下，因为毕竟也来到第3节的后段，剩下1分半钟的时间。那这也是教练通常会让主力球员去做一下体能调节的时刻。肯定哦。谢子喜今天得分太客气了。对。才得到3分而已哦。好，宋信浩上来，徐德奇杀到右旗区，自己的抛投没有。林佑浩也进到场上啊，没有出手 ，shot clock 还有足够的时间。这个传球，这个队友都没想到，他可能以为傅俊尧是不是要转学转到底。哇，因为这样子的失误肯定是让黎明学院啊，非教练团真的会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对，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传球接球的都没有对到，也完全没有想法，直接这球是传到傅俊尧的手上，而且是连续2次传到中路的失误哈。所以在传球上面，有的时候就是很想要有创意啊，但有的。你还是要队友要对到眼，没错。因为早期的教练我们在学的时候，真的会被骂，你不能乱传。你一定要对到眼。传接球不是每一次都传球的失误，你接球者也有问题啊。你接球者要看球，他才给你，他才会对到眼，他才可以。对，因为有的时候是接球者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传球者的问题。那从上一个 play 来看呢，就是我觉得有点传得太过于轻松了啦。对。你应该国文课上的不错，我听说。我是另外一个讲法，穿的比较随便，比较过于轻松，过于轻松。我们还是要这个保护我们的孩子跟教练团。好，暂停回来，这个应该
阿明是利用暂停时间给这些孩子们上课啊。对，肯定要当下叫暂停的话，球员印象也比较深刻哦。对，就是机会教育。对。好，底线掩护出来，接球的 catch and shoot for three， 这个暂停马上一回来就止血，回到14分差，两边都各有一波的进攻机会。马俊凡右边身体碰撞，哦，用身体来做掩护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出手空间。马俊凡我这几天看了，真的好像黄正哦，体型、发型、出手都好像黄正。可能发型更像一点。哇，连续2颗3分球！武尚恩啊，正统的射手啊。对，哇，这接连的2记3分弹啊，让这个比赛呢还是充满着悬念。虽然双方13分差，但是接下来还有足够的时间让黎明学院来进行追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欣赏第4节的比赛。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双方13分的差距啊，进入到最后一节的比赛。在最后一节，波波卡依旧不在先发的名单当中。哇哟，第一线就超球发生了失误。从前面的传球失误到这边呢，运球被抄，其实这对后卫小小的心理呢，会造成大大的伤害。你下次看到就不敢随便下球了。因为我自己打后卫了，有的时候一个传球失误，然后或者是这个运球过半场的时候被抄掉，其实接下来就会很担心，所以这个时刻队友来救援就很重要了。就有压力在哈。对你队友是不是能够在被压迫的时候能够跳出来去做一下接应？哇哟，直接扛进去，篮板球往外拨。中距离自己拔起来，没进。出手喽，没问题。哇，厉害！马俊凡，这个真的也是在身体的厚度哦，对，非常的够，力量相当的足够，对，相当的吃香啊。漂亮，找到 inside out 3分外线，史鲁奇的进攻篮板。出手喽！对，史鲁奇没问题，3分线没进。弹道其实很直啊，平了一点。谢云达哦，
昨天第4节有一球快攻是从左边直接右手劈扣。哦，谢云达身高185公分，但是他的这种弹跳能力啊，跟制空对抗的能力都非常的突出。其实过去健行能人，包括到政大，这个从高中到大学，真的现在跳将越来越多了。从以前不行这样讲，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打球没有气垫，那时候有气垫嘛，可能是也会多跳个，也是把龟也会多跳个3-5公分，不一定。我才不相信3-5公分。但这边因为现在比分也稍稍拉开了，所以超哥，你觉得就说，相较起现在跟过去，对，觉得选手的这种体格啊，或者是这个天生的这个体能上面呢，跟过往你们这个世代比起来是有更好？当然。围城，我们那时候没有防务员，我们那时候只有擦牢面。对，不管肿还是痛不痛，都是先擦牢面。对，擦牢面是万能的。超哥，我现在有一个这个，你说出产一个新的药品，应该说心得啦，就说心得，就是我们现在跟就说年轻球员的讨论过去的东西啊，其实年轻选手不太能够体会。因为现在超哥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现在选手我觉得当然也科学化训练，然后防护的观念也越来越好了。那现在过去我们这种土法炼钢被超体能的状况，现在也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常见。没错。但就是在老球员的心中就会觉得，这个训练量好像让现在的球员的体能上，这个跟过往比起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打一整场。或是连打几天，你也鲜少看到球员会，比如说有抽筋的状况或干嘛。所以应该请超哥是不是找个机会做一个研究一下啊？做个论文研究一下。回到比赛哈，以73-59，政治大学还是以14分领先哦。刚刚其实黎明学院这边高低位啊，有获得谢云达的个人能力。进攻篮筐的意识相当坚决啊！对，目前呢，政大团队啊已经有4名选手得分在2位数。谢云达也攻下了12分。好球，汉力拔冲的3分。哇，王振蕊的出手啊，他的跳投啊，真的是蛮给力的。马上也还以颜色，林恩宇，现在林恩宇跟林子浩又是双零，合力攻下了30分，各拿了15，又再拔一颗 ，Show Time！ 哇，挺腰了王振瑞，2名选手也是接连开火。这又是一次非常。哇！所以我刚刚在眼睛的哇哦，这个并没有吹判犯规啊！看到谢云达的欲望哦，昨天就是想要隔扣啊，但这个火锅也盖得非常干净呢。他的欲望，昨天第4节就是这样。对啊，这就是我跟你的这个观点没有在同一个角度上。我看到的是精彩的火锅，你看到的是想要隔扣的这种精神态度，真的非常精彩。这个角度其实很难啊。前面有防守者，他有这个欲望，真的是哇塞，不容易。而且要知道身高185公分而已。这个传球有点危险。最后还是被破坏掉，剩下6秒钟的进攻时间。哇，今天其实黎明技术学院真的就是失误比较多了。这应该是勾天顶。马日凡觉得这可能来到了斗牛场，越打越嗨啊！但是再嗨下去会有点危险哦。双方现在其实只有10分差距啊。对，要把节奏给慢下来。
我估计如果这一波再没有得分呢，我跟超哥可以打赌一下，如果这波再没得分，然后黎明这边再得分的话，波波卡可能就要上来，但是不成立，因为这个3分被投进去了。两边现在都有非常大量的3分出手，这应该在卡位的时候是黎明技术学院的犯规。画面上看到的是张佑琪啊，应该是最后一刻的动作啊，有一些拉人的犯规啊，被裁判给抓到。场上现在喊出了电视暂停，比赛时间还有4分33秒，双方13分差。比赛第一也是我们2025华德波赵群大专男子组的季军赛，由中大学资政名学院主胜比赛。那这等一下呢，还有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的第赛事最好，现在呢，双方13分差，4分半钟。当然，这支大学啊，要赢得这场比赛的机会还是蛮高的。而且，正当呢对方有机会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的时刻呢，就有人能够适时的跳出来。现在有3位选手啊，谢云达、林恩宇、林子浩都各攻下了15分哦。有5位选手得到2位数，包括波波卡的13分，还有2号的徐德奇也是拿下10分。好，这边的进攻有些勉强。林恩宇的犯规。郭俊尧、张君怀、谢云达、陈君伟这几名呢，都是大一的这个新鲜人。但就今天来说，这几名大一的选手啊，应该当然包括到这个谢云达的表现啊，是相当的不错的。林恩宇。就再回出来，进攻时间剩下10秒钟。走得相当好啊，目前。3分外线抢分啦，3分 for free。哇，天要了，今天呢，哇，目前呢他也攻下了9分了。也是有机会哈，比分来到10分而已哦。连续2次的防守篮板啊，都被史努奇给巩固下来。哇，差一点点，非常可惜。但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啊，现在你可以感受得到黎明这里的这个进攻的节奏拉得比较快。好，现在黎明技术学院阿敏这边呢喊出了暂停。3分02秒要追10分，我们再这个说一次，就说以现在的比赛节奏来讲，这个时间是绝对足够。昨天就有发生，昨天1分02秒还领先，就又输了。对，所以现在的篮球真的相当快，你只要一个不留神啊，马上就来。因为你如果给对方连续2个3分球，你心里就不一样。昨天就是这样，王威翔台一大连续2个
除了自己连续2个3分球之外，自己就当然他已经投2个了，人家就要上来，又过人切入，连得8分，所以台艺大是逆转胜。当然，他的主任葛继豪啊，总教练被吹了出场。有的时候总教练被吹出场啊，也算是教练的战术之一啊。激励一下球员。对，第一个是改变一下，就是裁判对于比赛的一个，我觉得尺度的拿捏。另外一个呢，就是激励自己团队的选手的一些士气，说哈欺负我教练，那我就要跳出来欺负你的球员。现在阿敏也一直跟裁判在讨论哈。球权在政大的手上，10分的领先，所以他们现在也可以稍稍的去控制一下比赛的进攻节奏。哎，才刚讲完，这个失误有可能要受伤，直接的上篮取分。好快啊，王振瑞都很快，现在每个都很快。对，王振瑞得分也正式了18分哦，快要来到20分了，全场最高。对。哎呀，篮底下第2拍总算放进去。史鲁奇找到队友。哎呀，这球居然没有能够放进，好可惜，真的好可惜。这球史鲁奇给的很好。对，这球没有打进，我觉得比赛差不多就快要定掉了。因为10分的领先，政大呢是可以有非常第2次又被抓到，那还有一线生机啊，还有一线生机。对，田耀乐其实跟裁判讲，他已经第2次了。刚刚上一个 play 我就看到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第3节的中断之后呢，双方都是以全本土的姿态呢在对位。史鲁奇抛投得分，回到了个位数的分差，机会哦。谢云达，我要自己处理了，剩5秒。好，突然的后垫步，3分外线，哇 ，unbelievable！ 谢云达这个3分怎么投进的？好难啊！其实吴尚恩已经对到位了。哇，这场比赛呢，真的就是像是他的表演赛了。可以看一下慢动作，其实吴尚恩真的已经守得很好。哇，这是非常高难度的出手。在这一届的比赛，目前场均的得分呢应该是能够超过15分啊，大一的新鲜人。对。除了在对到这个25号呢，对到师大的那场比赛是个位数之外，其余的得分啊都是这个12、13以及这个对到践行攻下19分。传球力量大了，哎呀！间歇发生失误，再重新组织一波。连续的动作要到了犯规。好，这现在是黎明技术学院可以好好发挥的地方啊。当然，第一个罚球要把握住。那罚球之后，是不是要去做到这种全场的这种区域带包夹的防守？持续造成失误的话，比赛其实还有
这个悬念这个剧本还没写完。对，先看到罚球也是把握住了。对，第一罚顺利的罚进。暂停次数这边政治大学还有2次哦，黎明学院这边还有1次。王正瑞今天呢就是跟谢云达分庭抗礼，他目前攻下了19分。第二罚没罚进。好，这是进场过早的违例。好，持续还是把防守的范围啊拉到这个全场。哇，你如果没有包夹防守的话，那可能时间会被政大给消耗掉哦。但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是一个这种，并不是在 UBA 正式的比赛了，两边的教练也都是想要这个以战养战。剩下37.8秒，双方10分差，比赛是没有任何的悬念存在。那今年的政治大学呢，还是所有的学校呢，应该说在 UBA 的各所学校的头号挑战人的这个焦点人物。当然，肯定哦。但过往你会看到，当然政大现在这次所带来的名单，或者是在用人调度上面，你当然可以说是还没有看到他们100%的实力了。但最起码你可以发现，不管是对前面的政治大学这场比赛对上黎明技术学院，其实不算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而且黎明学院刚刚已经提到哈，他的老外泰利啊，今天也是没有进场。今天黎明是以纯本土应战。对，这个泰利的能力啊，也不在话下，不容小觑哈。找来的也是 SWA D1 的选手。好，这是打算要来演练一下，看看这边的战术怎么样来执行。真的守了一个区域联防哦。对，哎呀，有的时候战术画了老半天啊，没有办法执行啊，真的。好，最后陈君伟拖车进来得分。剩下5.55秒。好，球发进来，当然是不会进攻了。中场的比分呢，政治大学是以89比77，12分之差呢，是击败了他们的对手黎明技术学院，拿下了2025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大专组的季军。当然，对于黎明技术学院来说啊，借由这一次的赛事呢，也得到了不少的经验。那这场虽然是输球，但面对到政大，把这个输分控制在15分之内，我觉得对于球员以及对于教练团来讲啊，不能说是得到信心，但这场比赛对于这个团队来说，绝对是有收获。对，尤其前面几次，尤其第一场球黎明在这个比赛赢了健行科大，我讲对球员的心理啊，也是会有所增加、有所帮助哈。对，那么在待会啊，紧接而来的呢，也是要看到呢压轴的这个好戏啊，就是会这个要来看到台艺呢要来对到健行，这是我们待会最后的一场比赛。我们看一下数据，今天政大不管在2分球、3分球、篮板的数量上面呢，都是优于对手，但在助攻上面呢少了对手2次。但整体其实尤其是篮板球的差距啊，
先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篮板的落差，但最起码呢，就是会有第2波、第3波更多的这种攻击机会，等于是以量取胜。你可以看到，在2分球的出手数量上，56对上37，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落差。好，在罚球上面呢，6-7，政大呢还有进步的空间。其实他们今天呢，并没有太多罚球的机会，15次的抄截，18次的失误。这一个数据上面呢，可能还是虽然赢球啊，还回去还是会稍稍的检讨一下。那在失误的部分呢，其实黎明技术学院呢，也一共出现了16次。我想现在场上就在颁发第3、第4名啊。因为马上像我们登峰造极一打完了，就马上颁发奖杯哈。对。那当然，本届的第3名啊，就是政治大学；第4名就是黎明学院。好，还有球员没有来到场上。其实今年黎明这边呢，所有的赛事结束之后呢，拿下了3胜2败的成绩，而政大呢，当然是比较可惜一些啊。其实从分组赛一路到4强到现在的季军战，他们真的也还是只吞了1场败仗啊，就只能以第3名作收。对，不过千万不能借由这场比赛呢，去小看这支大学的这种团队的能量。那包括到宋新浩，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前一场比赛的这个受伤的吴志凯呢也没打。那到了第3节后段，波波卡也没有上场了。当然也看到磨练新秀哈，2位新生啊，傅俊尧跟陈君伟。对，傅俊尧、陈君伟，那同样是大一啊，这个谢运达在今天的表现呢，还是相当的恐怖的。这场比赛，对谢运达的得分呢，还是差一点点要拿到20分。重点是他的所有的数据啊的呈现呢，都相当的出色。罚球在6×6-7，3分线呢3×3-3。那同时呢，整场比赛这个4次的助攻、4次的抄截、3次的失误，所以在助攻失误比他的这个正负值的表现上面呢，是相当的棒。对，尤其他每一场球，大概我看到政治大学这边啊，都是给他大概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左右在磨练哦。好，我们要再一次的恭喜拿到电军的黎明技术学院，以及拿下季军的政治大学。那在待会的下一场比赛呢，我们就要把所有的焦点呢，要放在这个健行科大以及台湾艺术大学的这场赛事，所以观众朋友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对，刚才超哥呢也是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那不仅仅是这几场赛事的得分呢，都表现非常的稳定。那这场赛事呢，也是团队得分最高的球员了。对。好，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赶紧这个稍微休息一下，那之后呢，再回来欣赏男子组大专的最终的冠军决战。
的俗人僻静。I'll be legendary， 要么那给那的剧美的茱莉亚。最喜欢你，根本惯用，干不掉我，现在换我想你啊！什么时候放我上场？无法施舍是我想要，我有权利，没人能挡。放了一波，不再当个窝囊，不会懈怠，当杯盖 until I die。Make it shine，everybody be my side，hands up right on my side。Some real grime shit。